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6.90，收盘价是183.2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是在190.95，最低值是在182.84。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26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52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开始减弱。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那这里我们指的多头趋势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呢，股价在盘中出现了小幅反弹之后，又一路向下，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低部，相对低的位置。那同时呢，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这样的一个走势说明股价将会有继续回档的表现。那我们也说，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含有长上影线的 K 线，然后出现头头低底底高。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在接下来的这根 K 线股价出现的任何反弹，我们说都会有卖压的出现，也就是说都会推动股价继续回档，除非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对，那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继续反弹的一个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187附近，另外一个是在194，也就是会出现一个平盘。对，那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上行，收盘价会在202，那另外一个点位呢是收在210。实际在4月30日收盘价是在183.28，是出现了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收盘在187这个位置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那它们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实际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所以将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回档。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那对于5月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138.8这个位置不变。对，那跌破它，我们会看到现在上方股价是出现了高点，那跌破这个位置呢，是继续维持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空头趋势。那在到达138之前，我们说目前这个第一个缺口的下沿172，还有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58，这2个位置将是股价出现回档的强支撑，当然各条均线值也是强支撑。好，那么138如果被跌破之后呢，
那将会继续维持这样的空头趋势。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 101.81 的，也就是第二个目标。好，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这样的2根含有长上影线的 K 线，除非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否则股价会继续回档。那一旦有多头力量进入呢，我们说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我们要增加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这个4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99附近，我们加一条水平线。这个位置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是前高，那站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从4月22日开始连续我们会看到出现的 K 线都是头头高底底高，这是一波强势的反弹，然后出现了一个高点。那我们说目前股价站上199的目的就是出现头高，因为下方有底高，这个出现回档之后第一次出现跌破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一根 K 线，所以这是下方有底高，现在还差头，这是一个头，还差第二个头，再出现头高，将会建立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所以我们说站上199将会确认多头趋势，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4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91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好，那么199如果被站上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205。我们变换一下颜色。那不用问，站上它是继续维持多头趋势，然后呢，再向上的目标就是第三个目标265。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了，在到达265之前，这条下行趋势线将是一个极强的压力。好，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3个目标。那我们再给出在5月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我们给出的是187，是这根红 K 实体的上沿。那之前我们给出的是这根绿 K 的上沿，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我们把它调整到187这个位置。在5月1日盘中，无论股价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我们说只有在187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会有多头力量进入，股价才能够出现继续上行。那否则我们说股价到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股价一定会收在更低的位置。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187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目前日 K 线图的解说。由于5月1日是新的一个交易月的开始，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在4月份生成的这根 K 线。那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蜻蜓线。蜻蜓线的特征呢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至少是实体部分的2倍以上，上影线很短。那么蜻蜓线我们会看到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行进中，在相对低的位置。那在相对低的位置出现蜻蜓线，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我们也会关注到在4月份它的成交量是几乎是前一个交易月的1.2倍以上，所以在相对低的位置出现蜻蜓线是一个增量的蜻蜓线，那这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所以说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99这个位置将是一个重要标志。
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个反弹的走势，将会出现上行，对，也就是说会确认变盘向上。但是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个蜻蜓线呢，它的最低也就是138.80，那么我们说这个变盘的信号 K 线将会被瓦解，那股价将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那进一步的下行，我们会看到101.81将是股价下行的目标。好，好，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前一次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说中说，在4月份收盘，如果收盘价在高位的话，上行的话，会收在215附近；如果是收在低位的话，应该是收在150附近。那在周中呢，我们是关注188，是这根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那股价在这个观察线下方呢，我们说股价是会收在低位的。当然我们会看到没有收到像我们预测的收在这样一个低的位置，它是在前高的上方的。好，那么其实我们还要关注到一点，在4月份当月的这根蜻蜓线啊，它的最低我们会看到它是测试了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这也是特斯拉股价自2020年这一波回档之后，涨幅一直到历史最高，这一波涨幅出现的多头趋势，下方是底高。这是最后一条上行趋势线，对。那么，当月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是回踩了这个位置，对。那么好了，那既然回踩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看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上方还有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出现反弹下行趋势线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强压力。那我们看看股价是否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月会在这个2个趋势线范围内进行横盘，或者是选择突破。对，好，那么在2024年5月当月，我们给出股价走势的一个预测，就是如果我们说股价出现上行，我们认为会收盘在199附近，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对，也就是说收盘会在这根蜻蜓线最高的附近。我们说了，如果站上它将会上行，但是如果不超过前高呢，我们还要根据成交量、根据 K 线的线型来做出判断。好，那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说给出的位置是下行，是收在168这个位置。好，这是2个位置。在月中我们要关注的是176， 176是这根蜻蜓线实体的下沿。好，在5月份当月，我们认为如果股价在176这个地方如果能够遇到支撑，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弹，而收盘价在199附近甚至是更高。但是如果在月中股价是在176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好，那这是我们对5月份对于月 K 线图走势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好，那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171附近，在这个位置，对。我们分别是在4月22日，收盘5%进场，在4月23日收盘价是在163附近是10%加仓，然后我们又在4月29日收盘价在193、194附近又10%加仓。那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之前是给出的。因为已经获利了哈，我们给出的是177，还有就是172，我们给出这两个位置。那在4月30日收盘价是在183，那如果不获利出场，可能会继续持有。对，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是不可以进场，就是继续加仓的。对。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呢，到了5月1日，我们要给出的位置是，如果想要停利出场，可以守180，也就是跌破180啊，还有一些利润可以去出场。如果想承受更大的风险，说我们等待继续加仓做多，那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72。也就是守这个缺口的下沿。好，这是我们对于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啊，目前的目标就是172和158。在5月1日开盘之后，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我们说都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而且应该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给出的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从190到上方的200关口，也就是在这个区域会有更强的空头的力量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要继续反弹啊，必须要有多头力量的进入才可以就是继续出现反弹的一个走势或者上行的走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91，第二个压力位是199，第三个压力位是205。然后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79到181附近。第二个支撑位是172，第三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们的区域是在164到166之间。然后第四个支撑位是15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会给出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4，最低下方会到达175，然后收盘会收在178附近。那么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18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走势的预测，就是我们会认为第二种可能，股价会出现叫做横盘向上。对，如果出现横盘向上，我们认为它也很有可能是低开盘，甚至或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会回踩到178，上方最高会到达190，
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89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那也就是出现横盘向上啊，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有多头的力量出现，才会推动股价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也就是出现横盘向上这样的一个位置。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